为什么白天不来送？相爷特命我来镇住贺慈，你这么如临大敌是什么意思啊？小叔说了，这次婚礼必须顺利，容不得任何差错。来，你猜明天谁会来砸场子？管他是谁啊，有我在，谁都别想搞事情。那要不要赌一赌？你脑门又痒痒了？不，实不相瞒，小弟呀最近比较缺钱。天下间哪有女人不羡慕这样的婚礼啊？赌多少？10两。我赌太子殿下会来抢婚。太子殿下是个体面人，再不甘心也不会这样。倒是那个慕容逸，那个吝啬鬼，锱铢必较，搞不好会趁着明天众目睽睽，逼着小叔还债，小叔还不好意思拒绝。我赌20两。是哪个小崽子在背后夸我呀？你看吧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这点薄礼，贺你家相爷大喜。再帮我通传一声，账暂时先不用还了。他抵押给我的这份地契，我继续留着。他得请我喝酒，明天的喜酒可不算哦。我在平康坊等他。慕容姐大气、霸气、阔气。到了兄。先赊着吧，我现在身上没钱。那要赊多久啊？问什么啊？我还能欠债不还？哎，你是不是最近缺钱啊？做你妹夫真是太费钱了，我得存钱了。堂堂右相，大婚前夕流连烟花之地，与单身女子共处一室，就不怕新娘子介怀？你要我请你喝酒，可这府里只有喜酒，喜酒自然要等到明天再喝。况且，东岳也不是这么不识大体之人。可是识大体，并不是你看上他的原因呢。喜欢一个人，哪有什么看上看不上的？若不是社稷将倾，我们可能连相遇的机会都没有。就像你我一样。是啊，若不是名家遭陷，祸及浩山，以致皇家遭难，我这落魄王孙怎么会遇到你这个落魄的公主？来，这杯敬我们的相遇。其实落魄也有落魄的好，都说侯府深似海，更何况皇家。我倒觉得做公主不如行走江湖、做做生意来的自在。你怕是忘了刚刚初入江湖，彷徨无依是有多么无助了吧？那个时候不还有你这个靠山吗？这一杯，就敬我们结伴江湖、一起闯荡的日子。来。这种日子，怕是要到头了。别人都说你慕容姑娘爱财如命，一毛不拔。可他们谁会知道，你抠下来的每一个子儿，都是为了未来能够有朝一日光复浩山。来，这一杯，祝你早日达成夙愿，也敬你一直以来的无私相助。你怎么知道我对你是无私相助？难道慕容姑娘不是欣赏冯某的为人，才一直鼎力相助的吗？拉倒吧，本来我仰慕你是个做大事的人，可你看看你现在，左相还在逃，大仇还未报，你就儿女情长、谈婚论嫁起来，我真瞧不上你。哎，复仇可以等，家人芳心不可负。你那个家人有哪一点比得上我？你跟我走，大仇我帮你报，你欠我的债我也都给你免了。
那还是欠着吧。喜欢一个人，心不由己；不喜欢一个人，又何尝不是呢？老娘是真看不上你，明天的喜酒我还是喝了吧。那就多谢公主赏光了。不用谢，你的喜酒还是我出钱给你办的，喝酒总比吃亏强。我劝你少吃些，明日婚宴上会出什么大事儿，谁也说不准呢。我从来是个喝酒误事的人吗？那你继续喝吧，我要去陪我未来的夫人了。滚吧！不用送了。感谢诸位来和我逢夕的喜酒。我和东岳都是孤苦之人，幸有天赐良缘，历经波折，终成眷属。今日我们二人以天地日月为媒，也请诸位见证，在这良辰美景，共结凤仪之好，白头之约。相爷，时辰到了，快拜堂吧。就是啊，一拜天地，二拜。等等！左相多日来销声匿迹，这喜帖还正愁送不出去呢。既然不请自来，那就在此喝2杯喜酒，如何？罪人冯熙，听着，老夫今日前来不是喝喜酒，是来捉拿罪犯。哦，本官何罪之有啊？哼！你身为名家余孽，为报私仇，害死安侯殷实，更有甚勾结陆远同，忤逆谋反，其罪当诛。方圆，当年的案子根本……捉贼要捉赃，左相给我的指控非同小可，请问证据何在呢？据我看来，能够证明冯熙是名家余孽的罪证，就在这冯府当中。殿下，方圆他信口开河，你千万不要听他的谣言。东岳，我知道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可冯熙罪恶滔天，理当株连九族。我不能等你拜堂之后，眼睁睁地看着你受此牵连。不，你不明白。左相，此前陆远同跟冯熙在竹明驿图谋起事，后因一枚印玺闹翻。这枚印玺就是足以证明冯熙身份的罪证。既然没有落到陆远同手里，想必就在冯府之内吧。看来殿下和左相是有备而来。你要是聪明，就趁早把罪证交出来。将来陛下处置你时，或许老夫会为你求情；不然的话，我就是把你这冯府翻个底儿朝天，我定可以找出你的罪证。这在场的宾客都是来喝我冯熙的喜酒的，我作为这儿的主人，
也不好服了大家的兴致。不如二位借一步说话。即便是有罪证，我也不会傻到就藏在此处吧？不信？放心，你就等着做我的新娘子吧。走。这右相府果然是有玄机呀！请吧。让洪哲他们在门口守着，以防外面有什么变动。你们两个在外面守着。是。这些都是明家罪人的牌位啊！太子殿下，这下你可看清楚了吧？哎，殿下，你这是？左相说的不错，这罪证确实藏在这个屋子里，但不是我冯熙的罪证，而是你左相的罪证。你说什么？方圆，我原本以为你会在我大婚之后再自投罗网，可你偏偏选在今天，把我精心准备的婚礼闹得一团糟。今日，我便与你新仇旧恨一起算清。你是？没错，我就是明家唯一的后人。这里供奉的都是明家的列祖列宗，但他们不是罪人，而是含恨而死的冤魂。今日我就要让你在这里认罪伏法。明谦通敌叛国，罪证确凿，你再怎么狡辩都没有用。浩山公主慕容易可以作证，是你串通陆远彤调换降书，害死明家上下。什么降书？降书在哪儿？有谁见过？你真的认为降书不在了吗？不可能！你这份降书是伪造的。你怎么知道你销毁的那份降书又是真正的降书呢？那你又如何证明你手上的就是真正的降书呢？我能证明这份降书是真的。殿下，你……今有降书为证，左相方圆诬陷明士，残害忠良，你还不认罪？哼！冯熙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伪造降书，蒙蔽太子殿下！待我禀明陛下，看陛下怎么治你的罪！我是见过太子，我说你有罪，你就有罪。你说的不错，这降书确实是我伪造的。当日你伪造明家通敌密函，今日我作为明家后人，加倍奉还。冯熙，你
你怎么如此的愚不可及？你也不过脑子想想，调换降术这么大的事情，仅凭我方圆一人之力，我做得到吗？我有这个胆子。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诿过他人？好，好，你要干什么？若你只是世人眼中看到的那个冯熙，自然不值得我这么做。可你不是，你扳倒安侯，害死殷实，靠近陆远彤拿降术，且是为了一个目的：替明家平反。殿下把冯某说得太高尚了。那些人虽然都是害死明家的罪人，但庞熙，皇兄，你私宅里那张玺印，全天下只会有一个人有。那就是当年明贵妃所生的二皇子庞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进宫伴读的时候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你以国舅之名回朝的时候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你我争斗了这么久，你都不告诉我？我是你亲弟弟啊！告诉你有什么用？对付安侯，手刃殷实，还是扳倒左相？告诉你只会让你更危险。你是将来要坐上皇位的人，我不能让你卷入这桩陈年旧案之中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是左相，还是陆远彤？一个都逃不了。我不管你怎么盘算，这次让弟弟帮你。前路凶险，哥，前路再险，兄弟齐心。兄弟齐心。相爷，相爷，快走！走！冯熙怎么没出来？把他们统统杀掉！快！相爷，这边！方圆，你不能死！现在能证明明家无辜的人只有你了，你不能死！明将军权倾天下，岂是我诬陷所能致死的？他是锋芒太露，功高震主。你为什么？你应该知道为什么。
倒是陛下，我这么多年一直为他保守秘密，他为什么？皇上，我死了，明家的事不会结束。你把话说清楚，这把钥匙能打开什么？陛下，我方圆忠心耿耿，为你守口如瓶，这么多年，你去我的东。东岳，你在哪儿？东岳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只是有些累了。你是有心事吗？我真没事。我想休息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。东岳今天真的有些奇怪。血纹如此严重，似乎快要碎裂。每次用玉笛逆转时空，玉笛中的血纹便会蔓延，而灵力也会随之减弱。当蔓延至整个笛身时，玉笛的灵力就会耗尽，而到时你的偶身将会形神俱灭。方圆的死十分蹊跷。我也觉得，方圆明明是被阴历的人带走，却死得不明不白。我认为，方圆这背后一定还有什么人。阴历一直为左相作恶多年，这难保不是内斗。你受皇帝之命，协同方圆捉拿明家余年，方圆身死，你却空手而归，拿什么复命呢？这段时间，你先和东岳幽居暂避。父皇问起，我便说是捉捕不力，大不了被他责骂几句。谢谢你为东岳做的一切。过去，我所做的一切，确实为了东岳。可这次不同。当年你我年幼，我们朝夕相伴，时常一起听贵妃娘娘吹笛。那会儿学的曲子，我一直记到如今。我和你不同，有些事情我不愿意想起。这么多年，你受苦了，二哥。过去你我种种误会，皆是源自年幼分离。如今拨云见日，倘若我向父皇禀明你的身份，
你便可以认祖归宗，堂堂正正做回你的二皇子了。星瑶，你叫我一声二哥，我已经欣慰至极。可是二皇子的身份，我实在不感兴趣。这些年，父皇一直不准别人提起任何有关明家的事，可见他对明家、对明贵妃还有你，都是痛在心里的。他若知道你还在人世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相认。你自幼在他膝下，和他的感情自然与我不同。他手上沾满了明家的血，而我身上流着明家的血。我们之间始终隔着整个明家。明家依然是二哥心中的伤，这伤一日不愈，终难以让二哥回来。既然二哥不愿意相认，我也不会强求。在父皇社会成名之前，你和东岳好生保重。你也保重。殿下，殿下，东岳，你不好好休息，怎么在这儿？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什么事啊？神神秘秘的。那日方圆逃脱之时，他曾对你说，你没有将真相告诉冯熙。真相是什么？方圆和我说过，明将军不是被诬陷死的，他死于功高震主。他也正是因为知道这个真相，才被灭口的，对不对？其实你知道，杀死方圆的人是谁？你也知道，明家冤案的背后主使是谁？不是别人，正是当今圣上。你只是不想让冯熙知道，对不对？说的没错，父皇才是明家旧案的主使。方圆、陆远彤皆是揣摩圣意，才胆敢勾陷明将军。冯熙真可怜。如今，谁要为明家翻案，就是触了父皇的逆鳞。父皇已命我和方圆除掉二哥。我虽然临阵倒戈，但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向父皇交代，所以只能让你和二哥先找地方暂时躲避。皇帝要杀冯熙，这天下还有冯熙的生路吗？或许还有一条路。我若向父皇禀明他的身份，父皇或许会念在骨肉亲情，放过二哥。你看皇帝，他是那种顾及亲情的人吗？倘若二哥能亲自站在父皇面前，坦诚相认，说不定还有一丝可以打动父皇的可能。只是冯熙对明家的血仇怀恨在心，他怎么可能去跟皇帝相认呢？看来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殿下，东岳想请你帮一个忙。你说。
我想入宫面圣。你想亲自说服父皇，接纳冯熙？殿下有皇命在身，不能违抗。冯熙又不能与皇帝相见，那就由我来说服皇帝。不行，我身为父皇的儿子，在父皇面前提起明家之事，尚且会触怒龙颜。你要做的事，根本就是送死。只要能让我见皇帝一面，我自有办法。不用再说了，眼下你要做的，是赶紧让二哥找个地方暂避，剩下的事，我去周旋。殿。2位的莲子羹，才2碗。对，你不是不喜欢吃莲子的吗？上一回莲子是苦的，是因为记忆中颠沛流离的身世之苦。现在我有了你，这回忆
便不苦了。我想再跟你尝一尝莲子的味道，看看它到底还苦不苦。说起来一套一套的，你试试看。不苦。老板，来碗桂花羹。好嘞。这样你再试试看。真的吗？真的不苦了？所以你方才说不苦，是骗我的？不是骗，是哄。嘘，言不符实就是骗。你说过再也不骗我的。这样吧，罚你把这碗没有加桂花羹的全部都吃完。之前这家茶楼生意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说关就关了？大概是因为方圆吧。方圆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方圆敛财成性，作恶多年，在京都不止一家茶水铺，周围很多铺子和宅子都是他的。如今树倒猢狲散，自然就会有人来接手了。这些人抢着买左相的产业，应该也是在找左相所藏之物。此物事关皇上和明家旧案，我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才好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在这京城还有什么是左相的产业啊？你干嘛？想接手啊？没有，我就想知道左相到底收敛了多少不义之财。